从广岛献花到核废水排海，日本没有美国的命，却得了美国的病。想学美国当历史发明家，日本还是想得太美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振宇在线。今年这期峰会上，日本右翼政客的翻案计划再一次惨遭滑铁卢。岸田文雄费尽心机把这期拉到广岛纪念馆去献花，还安排了媒体试探拜登对当年和平日本的态度，想借美国在亚洲围堵中国的东风，把日本头上的二战战败国的帽子松一松。但是最后呢，却被美国狠狠打脸了。白宫明确表示不会道歉。拜登的随行人员呢，还特意在日媒面前把拜登随身携带的核手提箱进行了重点展示，让日本把自己涂脂抹粉打扮成核受害者的算盘珠子掉了一地。此外呢，在核废水排海问题上，岸田文雄呢也没有争取到这一期的支持。岸田政府呢在今年的这期峰会上植入了大量的福岛元素，在领导人的晚餐还有媒体中心呢，都提供了大量的使用福岛原材料制作的酒水点心，试图淡化福岛核事故带来的影响。然而，受到岸田盛情款待的与会领导人并不买账。在会后呢发布的联合声明当中，日本并没能够按照原定计划把支持福岛核废水的条款写进去，只得到了一句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独立进行检验。当然了，日本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之间的互动呢，是否有猫腻，一直被外界质疑。此前呢，日本决定排海的时候呢，就拿出过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调查报告为自己背书，但当时主导这项调查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总干事是经过日本 JPO 项目到联合国工作的日本人天野之弥。不过呢，这位总干事在4年前呢已经在任上去世了，现在的总干事呢为阿根廷人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如果国际原子能机构再次发起调查，日本的盖子还能不能和天野之弥在任时一样捂得那么严，就很值得商榷了。总结来说呢，就是今年的这期，岸田文雄呢想要通过卖惨和刷存在感，在二战历史叙事和核废水排海这两件事上给日本翻案，但是结果呢都没能够达到预期。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，这样的结果是必然的。毕竟日本从来不愿意正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，只会试图投机取巧或者玩弄文字游戏来闻过是非，逃脱清算。这样的国家在外交上是不可能有出路的。但让人疑惑的是，这个道理很简单，日本呢却好像一直看不懂。近代以来，在翻案的历史上，日本呢是堪称屡败屡战，屡战屡败。从修改历史教科书到政客互相拜鬼，搞出了一系列让全世界都匪夷所思的骚操作，直接呢搞坏了自己和几个主要邻国之间的关系。那究其原因呢，一句话总结就是没有美国的命，却得了美国的病。日本和美国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那就是对历史缺乏尊重，认为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，非常违心，认为谎话说1000遍总能成真。举例来说吧，美国在越战被打出了心理阴影，全民反战，结果呢，里根上台，利用好莱坞的文化传播能力，连拍3部手撕越金的电影给自己洗脑，大获成功，一转颓势，完成了自我洗脑。现在呢，同样的手段又被美国用在了阿富汗上。好莱坞呢高调推出一部《盟约》，叙述美军和阿富汗当地老百姓互帮互助的情谊，完成了一次对喀布尔大撤退颠倒黑白的艺术升华。在国际规则上呢，美国也是知名的发明家，这一点呢，中国人也没少领教。美国掏空一中的原则的起点之一就是玩文字游戏。当年美国要和中国交好对付苏联的时候，就口口声声地承认一中的政策。等到要遏制中国把台海当抓手的时候，美国的大儒呢又开始咬文嚼字，说当年两国签上海公报的时候，美国用的是多义词 acknowledge， 可以翻译成承认，也可以翻译成认识到。所以呢，美国是不是承认一中呢，是有待商榷的。这种按需使用国际规则，在外交上耍无赖的态度，和日本堪称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日本和美国相比呢，学究气还是更重一些。从发动侵略战争开始呢，日本人就成为了历史发明家。发明成果呢，包括但不仅限于宣称日本是带领整个亚洲反抗西方侵略的先行者，人为的割裂中国历史的连续性，尝试把元清这些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王朝从中国的历史当中剥离，给日本侵略中国找到正
正当性的借口等等。从历史发明的角度来说呢，日本和美国可谓是卧龙凤雏，天生一对。但是日本想要在发明历史、闻过是非这条路上学习美国的时候，忘了一个重要的前提，就是美国能够短暂的完成文化洗脑，是因为它背后有强大的国力背书，也有强大的舆论传播机器。日本呢，虽然也在经济和文宣上下了不少的功夫，但是和美国相比无疑还是差得很远。而且呢，作为二战的战败国，在战后国际体系中天生就理亏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还改不掉当历史发明家的毛病，想靠小动作给自己翻案，摔跤是必然的事情。现在呢，随着美国的灯塔神话不断褪色，美国呢自己想要复制上个世纪的洗脑案例都难上加难了。最新的那部扭曲阿富汗历史真相的盟约招致的群嘲呢就是证据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日本还想继续钻美国钻过的死胡同，属实有点黑色幽默了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点赞、分享精彩的评论。